7月26号，中国贵州省的贵阳经济技术学校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学校的校长，咱们都知道，校长还是挺厉害的啊，被数百名男学生在学校里面追着打，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最后跑到女生宿舍的寝室里面躲起来，然后呢叫了警察，在很多警察的保护下，这个学校的校长才从女生的寝室里面出来，躲起来了。当事者说，如果那一天他不跑起来，被人找到了，估计要被打死了。一个学校的校长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了，大家觉得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事情的起因呢，从目前的公开资料看，是因为按照当地教育局的审批，这个学校原本呢最多招生只能招600个人，只有600个人的毕业证书给600个人。但是这个学校那一期呢，就是今年实际上招了3000多个学生，由此呢，多招的2400多个学生肯定是拿不到毕业证书的。那这个就是大事了大事了还不是牛头一中，那个牛头一中是没收证书的没收证书的那个校长是纯粹扯淡的，但是那是小事毕业证书呢，毕竟是最后要一层层下来，教育部最后到教育局颁发，所以呢，这个学校又没有这么多证书，那么就跟其他的学校有一个协议，这些学生在这个学校上学，毕业的时候呢，颁发其他学校的毕业证书那根据百度的百科介绍，贵阳市经济技术学校是贵阳市境内的民办学校，这是第一个民办，创建于70年代末，经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劳动厅、贵阳市教育局批准成立。下面一句话我就不太懂了，是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国有学校。所以呢，在目前国内的这个网站的官方信息是矛盾，到底是民办的呢？是民办还是国有学校？不知道，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只是跟大家讲一下介绍。贵阳市经济技术学校是具有学校学历教育、事业教育、干部培训和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等多种职能的重点学校。去那儿很多人是学职业的、职业技术的，是国家职业技能第85鉴定所，是国家级、部级、省级重点学校。你看，国家级重点学校很重要，部级、省级，多年来被评为部省市教育先进单位、贵州省文明单位校园面积200多亩，为国家培养政企事业单位、三资外资企业管理人员、技术骨干，那是劳动技术学校，技术骨干等合格人才1万多名，他们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技术骨干和各级领导，突出的是技术骨干，培养技术的学校，好吧？牛马一中那是另外一个事儿跟这不是一回事儿，那是这个学生在毕业典礼上优秀学生那个事，那是另外事儿，没这个事儿大，这个是把校长上点打死了那大家知道，这个既然是国家级的重点院校，那这个学校在当地还是很有名的，这也是很多人去报考的原因。那这个表面上，这个学校为了多赚钱，只能颁发600个人的毕业证，但是招了3000多人，最终导致大部分报考这个学校的学生，最终是拿不到这个学校的毕业证书的，只能拿一个不知名的小学校的毕业证书。话筒，抱歉。话筒有问题是吗？我现在插来得及吗？我忘了插话筒了，我刚才用的是电脑的话筒，现在插好点吗？现在插不知道好不好点抱歉好，能听见 OK， 谢谢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花大价钱买了一个格力空调，但是最终给你送来了一个不知道厂名的一个小空调，小品牌空调，你要求按照合同去更换，对方说抱歉，不行是吗？能听见声音是吧？能听见声音就凑合听。你要求合同去更换，对方说抱歉，格力空调没库存了没有了，也就是学校毕业名额没有了。上门给你装空调的师傅也是给格力空调装空调的师傅，希望你将就一下。啥意思呢？就是说你毕业证书能给你将就一下。那当然，结果学生是不能够忍受将就的。这个情况在中国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在中国，
啊。其实呢，跟大家讲啊，这种事情在中国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体系里，十几年来都是长期存在的一个潜规则。教育部呢和所有跟教育口有关的人，其实都知道这个公开的秘密。这个领域只是一个大家都视而不见、愿意当做没看见的一个灰色地带。准确的说，实际上是一个公开用来诈骗社会大众的一个地带。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吧？啊，这是贵阳啊，贵阳经济技术学校，这是贵阳的事儿，打校长，差点打死了啊。那这个事儿为什么是公开的嘛？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国内的很多高等院校，985、211这些学校，高校有一个叫网络学院，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网络学院对外招生采取的都是这样的手段，无一例外，全都是啊。毕竟对于很多的上学的学生来说，如果你不用很高的高考分考试一般就能够拿到著名学校的毕业证书，那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了，很棒的了。比如说你拿到清华、北大的本科网校毕业证书，最起码表面上就是清华、北大正式的本科毕业证书，出门你可以对所有人说自己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没有人详细看你是不是网校，没有人看毕业证书，你绝对没有骗人。所以国内这些学校十几年来，这种低门槛的网校的课程，高考、高校都是很流行的。但是这个里面每一个网络学院呢，教育部只给固定的毕业生名额。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教育部只给你200个毕业生的名额，那就只能挣这200份的钱。但是不管是这些学校的招生中介或者学校的招生办，都会忽悠你先交钱，上学没问题，等你交了钱以后再跟你说抱歉，名额满了，根据协议你可以选择退款，但是只能退一少半。如果你不选择退款，他就给你换一个其他学校学习，也就是跟开始我讲的一样，很差的，没有人愿意上的学校。实际上如果你选择退款，不仅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半年以上钱才转给你，而最终拿到手的可能连一小半都没有。跟你签署的合同里面、招生协议里这些条款早都买好了，只要你签了、交了钱，退不出多少钱。最后呢，绝大部分学生没办法，只能自己骗自己，反正都是本科文凭，就拿一个很差的学校算上学了啊。跟我刚才说的，实在没有格力空调，库存没了，退款退不了，就只能使用这个很破牌子的空调，将就了，不想以后的事了。那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全国这种被骗上学的学生，在中国每一年有多少人？中国我们说每一年高考600-700万人，500-600万人，600-700万人。2020年，中国国内有一个专业机构做过统计，2019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加在一起，被这样诈骗去上学，然后到其他机构去的100万人，100万孩子。大家能想到吗？这种事情一直延续到这个国家，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最起码有过这种经历的得有上千万，这些所谓的学校的毕业生都是这个骗局的受害者，明目张胆的骗局，就是刚才我讲贵阳这个事儿。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个事儿是从上到下，也就是国务院跟教育有关的各部委，一直到社会最底层当地的，比如工商局、税务局等等，全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但是绝对没有人管，是一个在国内十几年特别成熟庞大的，专门用来吃学生交的学费的这个灰色的产业链。产业链里面所有人都挣钱，而且干这个活的就像国内尚德机构等这种产业中知名的中介机构，专门干这个诈骗的，很多都是在海外上市，美国呀、新加坡呀、欧交所呀等等。所以欧鹏等这些教育中介机构老板就是干这种诈骗的老板，现在都是中国富豪榜上的富豪，现在还是富豪呢。
大家记住了，我说的是教育，不是培训，是拿国家教育部发的正式毕业证书的，不是培训那个行业。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干了10几年，上千万的受害者，这些人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人都曾经到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过投诉，不是采取这种学生打校长这种暴力手段。不过呢，在中共的官商结合的体系里，从上到下这种利益产业链的压制下，我相信你们，我不给你们讲，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庞大的公开的诈骗工程。有一些原来从事这里面的一些机构，后来转出来了，比如说像嗨学这种机构，脱离了教育中介去做培训了，从事教育产业链做培训了。然后最后这些机构最后都差点死掉了，因为大家知道前几年中共疯狂的打击校外培训的铁腕铁腕行动，新东方差点都被闷死在里面。但是在教育领域中干这种诈骗的一直干得很好，很完善。所以你们家里如果有孩子去做这个，那你慢慢就都知道了这个是一个没办法的。这次贵阳经济技术学校出的事儿，我估计呢，为什么会出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大家看见了一个表面上打校长这个事儿，是因为国内现在经济下滑的太厉害，所以这个学校的我估计招生的利益方希望能从学生那儿骗更多的钱，太贪心了。原本呢，这个诈骗产业链中呢，学校扩招的基本上是自己合法人数的100%到200%，但这次竟然玩大了，玩到500%，600人扩张到3000多人，所以最终玩脱了，超过了这个学校自己能控制的范围。所以一个学校当绝大部分学生都知道自己被骗了的时候，学生很冲动不按什么法律程序去什么政府机构投诉，直接暴力解决，所以最后就闹到了新闻上，好吧？这大家知道就 OK 了这个事儿的结果会怎么样？就学校出这个结果，大概率还是跟什么恒大的烂尾楼河南的银行存款消失了这些事儿一样，不了了之。你放心，别干这么厉害。最终如果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就把这个学校的校长几个人推出去做替罪羊就好了。实际上这个产业链存在了10几年，当地所有的教育机构都知道，都是这个诈骗产业链的利益关联方，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对出现这种舆情也有很成熟的备手的处理方案中国教育领域其实不光是这个方面，从招生开始骗人诈骗，这个国家为什么有人说是这个国家中共领导这个国家到现在领导成什么样子了？再讲讲真相嘛。其实我跟大家讲你的孩子从上学培训不是受教育开始，全都在所有的诈骗领域，有明显的，就像我刚才讲这个，还有不明显的。比如说新开的很多专业课程，中国电子商务刚火爆的时候很多年前刚出电子商务火爆阿里巴巴等出现的时候，绝大部分高校都希望开设一个电子商务这个专业，用这个专业来招很多学生，招生目的就为了赚钱。那教学生能教会什么不知道，因为电子商务新的东西，没有成型的教材，也没有成型的讲师，那要想拿这个赚钱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链。所以呢，一个教育部的主要领导在职的他的白手套的机构知道这个事儿，马上连夜找人翻译国外的教材，真是连夜因为这个人我认识很熟那时候还曾经找到我，然后把国外的教材翻完了，七拼八凑拼出一个国内的教材，讲的是什么没人知道，找一个懂的人大致弄明白，然后快速组织了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子商务领域但是能讲课的近100名人员，参加一个集训就变成电子商务的专业老师。最终呢，3个月之后，全国的300多所高校同时基本上出现了一个电子商务专业。然后这个专业由于有这个专业了，有课程，有老师，有教材，最后申请当地教育部申报，教育部批准，拿到了很多新增的招生名额。那结果大家知道，所有这些300多个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一样的，全是这个教育部的领导的白手套机构传出来的。
讲课的老师都是这家机构外派的，所有这些老师在参加培训之前，连什么是电子商务都不知道，糊弄出一个专业，糊弄所有的学生。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中国高校出来的大批的学生，绝大部分甚至于在学校期间学习的知识都是没用的。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你如果上了高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参与圈子，混圈子，学的知识基本没用，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大家明白吧？就是你学的东西，教你的人都不懂，教你的都没用，好吧？所以最终呢，这种体制内的骗局大量出现的骗局，不光是在教育，在哪儿都是经常会出现的啊，哪儿都有。比如说金融圈啊，我在国内讲了20多年，中国做金融就是为了骗社会大众，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市场、股票、债券市场等等，表面上跟西方的金融很像，但如果实际上把核心体系拉出来，仔细分析里面的相关环节，你就发现全是为了让中共这些实施诈骗的人更好骗人做出来的体系啊。股市跟大家讲过，私募基金跟大家讲过，今天不重说了。我讲完了啊，就是那个不要以为孩子在中国的高等院校里受高等教育啊、中等教育啊怎么样，跟大家讲讲，其实孩子进学校也是个名利场，知道吗？啊，中国的教育是不可能让你的孩子有任何天分发展的地方，它就是个名利场。所以如果家长让你的孩子在学校里参加教育，你最重要的事就必须让孩子学会混圈子，听懂了吗？啊，如果不会混圈子，上所有的学校都是白搭，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现状。